欢迎来到少主离的魔玩频道。今天咱们来玩官方新宠图的这一款白狮擎天柱。盒子的包装很有复古的风格，像极了老玩具的样子。透明窗户可以直接看到内容物，背后的背景卡后边还是一片非洲大草原，也可以当一个场景展示。好，我们来看玩具的实物。作为一个40周年的纪念产品啊，这一回在原先的基础之上做了一个非常大幅度的改模，狮子头做的跟动画片里边这回是很相像了，不会像曾经玩家很诟病的那个狗头的造型。其实之前玩这款的原模的时候，我对这个产品赞不绝口啊，变形的设计简单流畅，两个形态处理完成的效果也都是极好的。而这一回40周年的重涂版本，哇，这涂装做得更漂亮，尤其金色的鬃毛，这一块闪闪发光，非常好看。但是呢，这么漂亮的漆面工艺，说实话不咋地啊。这一块尤其腹部这里涂的，就指纹会很明显，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清楚啊？这里很糊，我感觉就是漆没干，被人捏了一把。胸口这一块也是可以打开，里边有不错的细节刻画和涂装。面雕这一块也很好看，但是开合中奖，天线这个地方掉漆，还有口罩上边有很明显的缩胶味。这样对着光反一下，可以看清楚吧？另外呢，就是这个尾巴，你看其他的地方都上了金漆，为啥就尾巴不上呢？给了一个这塑料的原色，就特别的怪，很突兀。你差这一点漆的钱嘛？就是说起来，这个我感觉啊，把玩的手感上面啊，尤其第一次体验完了以后，好像并没有原先的那个版本手感那么的好。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料子偏硬的问题吧。这一款白狮底子，它这个板件就是很厚的，而且用了这种硬的材质的话，估计是因为这个料子的问题，所以导致漆面不是很牢靠啊。还有就是在一些关节的地方会出现这种个别偏松的现象，反正松松紧紧的不太统一。背后这里是藏着两个小炮的，你把它剥下来，跟原先的玩法相同，也可以这样插在手臂上面当一个臂炮。还可以把手臂后方这个爪子折开，旋转180度拧到前方来，作为两个手刀这样去使臂刃。样子也是挺帅的。说实话，放在如今官方的这个美型条件下，16:9那种很矮臃肿的身材，在这款白狮的身上可以说是基本上身材的比例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很好很好。变形，先把这个爪子咱们打开吧，然后小臂后方的两个腿撇开，顺着手腕这里有一个关节，我们把它折个180度，缩到小臂的后方去。接着这块背包也拉松了，这边的狮头啊，根部这里是有一个滑槽的。我们先打开鬃毛，看一下红色的穿轴位置，把这里拉开，伸长这个滑道。接着我们把鬃毛全部延展开，往后旋转90度。另外的一片肩胛也往后旋转90度。前方的胸甲这里左右打开，记得先开这一片，里边有一个对插的扣子。接着顺着后背这里的转轴把它拉起来，旋转一个90度，整个的解放开。现在腾出肩膀处更多的空间，打开腋下这里的两个插扣，先把它撬松，也是为了解锁开肚子这一块的一个空间。把这一层拉出来，旋转180度，脑袋翻折进去。这一块是个凸点轴啊，特别的容易脱下来。然后盖进去，然后就可以顺着肩部的这个关节往内收，收过来，袖口有一个扣子，扣在这个夹层里边的扣眼上，进行结合。同时把外侧的两个狮腿放过来，夹一下，摆成这样的造型。前方的鬃毛往下压，侧面的鬃毛跟这里的手臂扣子结合锁上，上方这一块的脊椎位置双关节往下压，这里边的插扣结合，后方这里整个的鬃毛包上来，按住这里红色的零件和白色的里边进行结合，锁上，爪子扣回来，脚后跟收起来，顺着这块小腿的转轴
拧个180度，再从这一块根部旋转180度翻下来，翘起屁股的盖子，翻出尾巴。它尾巴到了这个位置是有一个吧嘚稍微定位一下的地方，顺着这一块的双段关节，把膝盖折成兽形的样子。好，这个时候往下放，这一段双关节插进去，把里边的扣点插合。可以看到狮子的样子做的真的是不错呀，而且整个来说体型、肌肉的曲线、仿生性的这一块做的也是相当好的。我个人感觉啊，不管说是包裹程度，还是整体的一个伪装效果，都会比 MP 的那一款的模具设计更让我感兴趣啊。尤其我很喜欢整个的面板上边用手感摸出来雕刻上去的这种毛发质感，很棒。4个爪子的造型，上边的金的刻画也有，而且脚尖、指甲的地方也涂了金色。最漂亮的还是这颗头雕，哇，狮头现在非常的威武啊！金色的鬃毛相当的霸气，好看，突出的就是这一块，太帅了。想必看上这个40周年白狮的朋友们，绝对都是冲着这个狮子的头雕来入手的，真的很漂亮，而且跟动画片里边已经非常的接近了，包括这个小眼神的刻画，鬃毛的流线型的质感，最关键的，狮子嘴张开，仔细看牙齿的涂装，它还不是一个白色的，稍微发一点奶黄，很仿生的一种感觉。口腔里边是涂了粉色，哇，这可比那狗脸强出来不止1星半点儿，基本上和动画片里边一模一样，就像动画片里边走出来一样。但是说白了，虎头蛇尾，你尾巴上边再上点涂装该多好。咱们话再说回来啊，即使说你不上涂装，动画片里边也不是一个这种棕色的，哪怕你用一个黄色的零件，对不对？一切可能最后只能归功为成本控制吧。来看狮子的一些晚点，这一块腿部可以来回的动一动啊，只有这一点，尤其这个关节，就是刚才我说的，会显得很松。这条腿还好啊，阻尼还可以，这个地方特别的松。后腿这里因为是人形的腿部嘛，也可以来回的活动，这个双关节也是不太紧的感觉。另外的一条腿就很紧实了。手臂上的2块鬃毛依旧可以掰开，把武器插在这儿。还有一点更牛逼的是，这一回把这4片鬃毛炸开。如果是在人形状态下，你把这4片鬃毛炸开，真的就还原出来老玩具的那个大风车，也是动画片里边的必杀技啊。可惜在狮子形态下，把这个地方是锁死的，它用这2个小臂的部分，就等于是把这个转轴的地方卡死了，所以狮子形态下是不能转动的。老玩具啊，它里边是一个弹簧的激发按钮，一按的话，这里边大风车唰唰唰唰转。那现在的新版本呢，只能手动的转了。不管怎么样，这款狮子做的，我觉得改模上面其实还是非常有诚意的。在品质方面，可能就是现在成本控制了，或者代工厂的一些工艺问题啊，导致了这一款把玩的手感有一些拉胯。再加上我很喜欢这一块原始的设计底子，它能用一个很少的零件数、很少的步骤，还原出来2个特别不错的形态。尤其在8家玩具线现在孩之宝的成本控制之下，在那一年可以说是数1数2的产品，甚至放在如今翻回去再看，这款白狮也是可圈可点。而如今40周年，终于把它做得更像动画片里边的样子，狮头也是更加帅气了。还有一个关键点，曾经的这款白狮它价格就不贵啊，最便宜的时候可能不到200块就能拿下。如今40周年的这一款改模做了非常良心的这种狮头的重塑，上了特别多的涂装，预定的价格也就是250。我真的挺喜欢这款40周年的白狮，唯一可惜啊，又毁在了品控和做工的问题上边。原因出在哪儿呢？啊，了然。